几十年在美国的生活呢，现在想想呢，就是一个摸爬滚打的过程。那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，没有现在资讯这么发达，当然也没有什么自媒体啊，也没有手机，甚至于没有 PC， 就所有的人生经验呢，都靠自己慢慢的摸索，也走了很多的弯路。刚来美国的新移民朋友，如果您想在这里长期生活、工作，甚至于退休，那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今天的5个关键的财务账户。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我的频道会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分享如何在美国聪明生活、安稳退休、圆满传承。首先呢，新移民朋友落地之后呢，一定是第一个先开了银行账户啊，而且呢要建立的信用分数。那在银行开户的时候呢，要注意银行的月费有没有最低余额的要求，还有国际汇款是否方便，那是否呢是可以免费的汇款到其他的银行，以及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 FDIC 保险。银行的门口会有一个 Member FDIC 的 sign。那这里呢要分享一个小插曲哦，就是前一阵子呢我开了一个网络的银行，因为我需要这个账号呢专门做境外汇款，没想到这个银行呢每次存钱呢都还要付费。听过银行存钱你还要付费给他的吗？第二个就是这个账号呢，如果开的是个人的账号，不能汇款呢给商用的账号，也就是说 business account 呢必须要对接的 business account。那第三个就是说每次存钱的时候呢都要找他指定的商店存款。那因为是网络银行嘛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分行或 ATM， 所以存款的金额呢还不能高于了500块。那这些规定呢都是我在开户之前就没有弄清楚了，后来我就只好把这个账户给关了，因为它没有办法符合我之前的需求。所以在开账户之前呢，我强烈的推荐呢一定要把你平时呢银行账户的主要需求写下来。那包括了说现在越来越少有银行是有保险柜的，如果你有重要东西要存到保险柜的话呢，可以打听一下这家银行有没有保险柜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只需要开一家银行的账户可以达到多重的效果。那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，关于在美国银行存钱的时候有2个常见的误区哦。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FDIC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。 FDIC 呢它是美国政府存款保险机构，那只要你的钱存在了受保银行，政府呢就会保障每个账户呢最高是有25万美元。那即使银行倒闭，你的存款也不会不见的。可是很多人呢会误会 FDIC 它是每个账户保25万，其实不是的，它是 FDIC 就是每家银行每个存款人每个账户的类别叫 ownership category， 那个别最高的保额是25万元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您在同一家银行开了一个 checking 和 savings account， 那这个2个账户呢加起来呢，那总共只有放了25万，不是个别25万。可是如果您在另外一家账户，比如说您在 Chase 开了一个账户，另一个还在 Bank of America， 那么2家银行呢都各自有 FDIC 的保险，您在2家各保了25万元，那这样每家银行都能各保25万元。那如果是联名账户的话呢，比如说在其中的一个账户 Chase， 那么您有25万元，那您和配偶联名又有合在一起50万元，那总共呢在这家银行就有75万元都受保。那 Trust Account 呢也可以根据了受益人数分别计算保额，所以 FDIC 呢就是每个人每家银行每种的账户类别各保25万元的概念。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在美国银行呢不能存多于1万块钱现金。其实你存入的现金超过了1万美元呢，那银行必须要向财务部申报。有些人为了避免这些申报呢，就把大额的现金就拆成了多次，每次呢都不到1万块钱存入银行。那这种做法呢就叫 structuring， 就是说刻意的拆分现金的存款，这是违法的。在美国呢，只有现金存款或者说呢提款超过了1万块呢，银行呢就会自动申报 CTR， 就是8300的表格。 CTR 呢就是 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。 那银行申报呢并不代表是要罚款，他们只是预防了 money laundry， 就是洗钱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 structuring 的这种情况，并不是说银行禁止你多存钱或者说有罚款。那中国导演英达呢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，他把他的存款呢分多次，而且放在不同的银行里面，每一次呢都特意少于1万块钱的存款，最后呢不但被重罚，而且呢还有牢狱之灾。所以这个我要特别的跟大家提醒。那接着呢就是建立信用了，因为美国呢它所有的财务活动几乎都是跟信用绑在一起的。比如说你申请房贷、租房、买车、租车，甚至于呢办个手机都要查你的信用。刚来的时候没有信用记录，所以呢可以在银行开个信用卡，那你先交一笔的押金，你的信用卡额度呢就是你押金的额度，只要每个月呢准时还款的话，3到6个月左右呢就会开始有信用分数了。我有另外一部影片呢是讲如何提高信用分数的，欢迎大家观看。那第二个新移民朋友需要了解就是 HSA Health Savings Account， 就是一个健康储蓄的账户。那新移民的朋友来美国最重要的另外一件事，当然
就是买健康保险了。那除了一般的保险之外呢，也可以考虑做一个 HSA， 它是美国呢唯一拥有3重免税优惠的健康储蓄账户。第一个呢就是放进去的钱可以抵税，第二个呢就是里面的投资成长可以免税，第三呢就是符合了合格的医疗支出提款呢完全免税。这3样加起来呢，等于是你在合法不付税的存钱。那要开呢 HSA 必须要搭配了一个叫做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高自付额的健康保险计划。那很多新移民在选保险的时候呢，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。那 HSA 里面的这个钱呢，不用当年的用掉，你可以投资，可以累积，可以让它利滚利到退休。65岁以后呢，你甚至可以把 HSA 呢当作是第2个个人退休金使用。那2025年的限额呢，就是自付额呢 HDHP 的条件者是个人呢，他最高可以存到4300，那家庭呢最高可以存到8550块钱。55岁以上的朋友呢，可以额外再加1000块钱 catch up。HDHP 呢，它最低的自付额与最高的自付上限呢，2025年呢，如果是个人的话呢，那最低呢 deductible 至少要1650块钱，家庭的话呢就是3300块钱。那新移民朋友要注意了，必须在美国合法可工作，还有保险资格的和 HDHP 配套，而且是未参加 Medicare 的才能继续的供款了。如果未来回国啦，或者是我移民状态有改变的话呢，供款的资格可能也会改变的。那提款呢，仍可用于过去合格的医疗费用了。HSA 呢，其实它合格的医疗费用范围很广，比如说处方药啦，某些医疗器材啦，在特定的情况下长照相关的费用也可以的。那很多人会以为说不用就浪费了，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影片呢，是有关于退休账户免税提领的，也欢迎观看。那第3个新移民朋友需要多了解的就是美国的人寿保险了。说到了美国的人寿保险呢，我有很深的感触而我母亲呢，在1991年从台湾移民来之后的第2年呢，就发现有肺癌，那么第3年就过世了。那在移民之前呢，母亲在台湾买了很多的人寿保险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她可能觉得移民来了之后呢，把所有的账户都要处理一下，所以她把台湾的账户关掉，房子卖掉，甚至以前买的人寿保险也全部都取消了。后来母亲过世之后呢，因为弟弟需要一笔庞大的费用念医学院，再加上美国的开销很大，所以这些费用呢都是从我父亲剩下来有限的积蓄里面领取的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母亲当时保留她买的这些人寿保险，而且呢我们也拿到了理赔之后呢，可以帮忙弟弟付学费，而且呢也可以让父亲的生活高枕无忧，不至于呢让老人家就特别要担心生活上的一些花费了。所以说呢，生活就是这样子的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当意外来临的时候呢，不会雪上加霜。很多新移民的朋友，或者是还没有移民但孩子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呢，都可能知道说美国的人寿保险是全球的性价比最高的，在同年龄、同性别、同保额、同保障年期还有健康状况一样的这个情况呢，美国寿险的保费呢，它基准假设是1的话，那台湾就是3到4倍了，中国呢就是4到6倍了。但是呢，美国寿险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于它可以规避肥咖条款和 CRS。 移民美国后的朋友，全球资产是要跟美国政府申报的，如果有双重国籍的朋友们呢，要同时申报发卡和 CRS。 所以在众多的投资理财产品里面，只有美国的人寿保险呢是不受肥咖和 CRS 限制的。我有另外一个影片呢，会详细的解释了海外账户是否安全，也欢迎大家观看。那还要提醒一下新移民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寿险核保的这个过程呢，可能会要求你的海外医疗记录、体检，那么还有 phone interview。另外呢，就是说你受益人如果是在海外的话呢，这个理赔的流程呢，也可能会牵扯到收款的问题，那要看受益人所处的国家，还有就是不同保险公司对理赔的程序和要求是不一样的，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呢，是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咨询。另外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寿险的法规是非常的严格。我这边有个真实的案例啊，有一个朋友他得了癌症之后就去买了保险，当时这个保险是没有做体检的这种保险，后来这个朋友3年后过世了，受益人呢跟保险公司申请了死亡理赔。当时呢，保险公司就怀疑是不是骗保，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。后来呢，保险公司呢调查了之后呢，还是依照原定的这个合同呢全数的理赔。那虽然说这个例子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，因为这个朋友的确是得了癌症之后呢才购买的保险，但是保险公司呢依然照合同理赔的原因是因为他过了这个 contestable period， 叫做可争议期。那可争议期是什么呢？它指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呢在保单生效之后特定的时间内呢，通常是2年，可以对你的保单提出了质疑，或者是说拒
决理赔的期限。所以说美国保险它对这个法规的严格和它的执行率呢是很严谨。那第4个移民朋友呢需要了解的就是一个退休账户了。那新移民到美国之后呢，只要开始工作或是自己开公司做老板，最重要的一点呢当然是要尽快的建立你的退休账户。那美国的退休账户呢基本上有3大类了。第一个呢就是政府给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， 说是政府给的呢，其实是我们每一次工资扣下来的 FICA， 就是资薪税，算是政府强迫我们储蓄累积下来的退休福利。另一类呢就是雇主给的或是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开的这个退休账户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个人开的退休账户。首先呢我们先讲 Social Security Benefit， 就社会安全福利。这个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为了要拿到的话呢，其实是有算工作点数的。以2025年为例的话如果要取得了工作点数的最低收入呢是每1110块美元的话，那它会符合1个点。每一年呢它最多也只能拿4个点了。如果要在2025年拿到最多4个点数呢，年收入呢至少要7240块钱美元的。那每个工作点数所需要的收入金额呢，每年也会依照的这个通货膨胀来调整的。而且呢只有劳动收入，就是 earn income， 就是人赚的这个钱呢才能算数，就是 passive income， 就是叫做被动收入，是不能算在这个里头的。而且呢还有就是必须呢是要缴FACA的税，就是刚刚说的资薪税。那很多人他是现金收入，他没有缴这个税的话就得不到这样的福利了。像比如说刚刚我说的 passive income， 就是被动投资的收入，比如说像租金啦、利息啦、股息啦、年金啦、自己存的退休金，这些呢都不能算是 earn income 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下雇主提供的退休金。比如说常见的 401k， 如果你的雇主他有提供的话一定要参加。那最重要呢就是 employer matching 的部分，也是公司配对的，它等于就是免费的钱了。那只要你存，公司就跟着存。那基本原则就是至少呢要存到拿满公司的 match。如果是新移民自己开公司的朋友们，也可以为自己和员工设立了退休金。那对老板来说呢，他是可以省税的，而且呢也会留下好的员工。那对员工们来说呢，他有更大的动力留下来好好的工作，而且呢也鼓励他们呢提早存钱，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。那新移民的朋友自己开公司呢，或是小业主的族群呢，有很多的省税退休金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像 Solo 401k、Simple IRA、SEP IRA、Defined Benefit 等等。以后呢我会出一个影片呢，是有关于小企业主不同的退休计划，它的符合条件和优缺点等等。那最后一类呢就是自己个人可以设立的退休账户。那基本上有2种，一种是 Roth IRA， 一个是 Traditional IRA。 Roth 呢是先交税，未来是免税的。 Traditional IRA 呢是先抵税，然后未来交税。 Roth IRA 呢它是有收入限制的，如果你的收入太高，根据了2025年的规定呢，但是呢大概就是超过了15万以上了，还有夫妻联合申报税的话超过23万6的话就不能全额的公款。你投入的 Traditional IRA 呢不一定能抵税。那是否能够抵税呢，是取决于第一个呢你的收入高低，第二个呢你跟配偶呢是否有参加公司的退休金计划，像刚刚我说的 401k。 那简单的说呢 Roth IRA 呢是有收入的限制，而 Traditional IRA 呢它是有抵税的限制。在2025年的话呢，50岁以下呢一年呢可以放7000块钱在 IRA， 那50岁以上呢包含了50岁呢是可以放了8000块，多1000块钱 catch up。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赚取的收入，就是 earn income 呢才能够投入。所以无论是 Roth IRA 呢或是 Traditional IRA 呢，你投入的钱呢必须呢是要来自于工资、薪水、奖金、自营业务收入等等了，就是所谓的人赚的钱。那投资的收益、租金、退休金、赠与或者是继承的钱呢就不能直接投入了 IRA。 那这些的收入呢就是所谓的被动的收入或者是资产产生的收入，这些就不能放在这个 IRA 里面了。那最后一个呢新移民朋友必须要懂得一个账户呢，就是美国年金了。年金的功能呢就像是退休版的保底收入加上储蓄的计划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一个保证的终身收入，不会因为市场下跌而亏损的退休产品。那年金基本上有几个种类一个就是 Fixed Annuity 固定的年金， Index Annuity 呢是指数型的， Variable Annuity 呢就是属于变额型的，是一个投资型的年金。对于保守型或是对美国投资市场不太熟悉的新移民朋友呢，我通常会把 Variable Annuity 排除，因为它风险高，费用也高。而固定型或者是指数型的年金呢，因为有保底的功能比较稳当。但年金的一个缺点呢，你一定要清楚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它不是短期的工具，通常呢是绑定7到10年，那提前退出的话会有高额的退保费。第二个就是说很多年金呢它是有一些 rider 或者是管理费的，没有搞懂的话呢，可能就会被这些费用吃掉报酬率了。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未来打算回国，那要确认呢保险公司它是愿不愿意呢把这个钱汇到国外，或是你在美国的账户是不是能继续停利。那年金最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简单的来说
说呢，就是害怕市场的波动，想要确定退休时呢至少有一笔保底收入的人。如果你不想靠孩子，不想靠政府，然后不想担心活太久而没有钱的话呢，年金就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退休保底的产品。我现在总结一下，那第一个账户呢就是银行的账户，要先写下你所有的需求之后呢，再根据的需求去找适合的银行。还有要注意呢 FDIC 投保的是每家银行、每个存款人和每个账户的类别。另外呢，就是现金存款超过1万块钱是可以的，只是银行呢它会申报一个 CTR。那第二个账户就是 HSA， 但是是一种3重免税优惠的健康储蓄账户。第三个账户呢就是人寿保险了，因为呢人寿保险可以保障家庭，以后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免税的辅助退休账户。那它以小换大的功能呢是传承的好工具，最主要的呢是可以规避了肥咖和 CRS。第四个账户呢就是各种的退休账户了，尤其是自己开公司的老板可以建立自己和员工的退休账户，一方面是省税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留下好的员工。那第5个账户呢就是年金了，是给自己存一笔终身收入有保障的退休金。希望这一期视频对新移民的朋友有帮助，谢谢你的观看，那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和留言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